色。Good morning， 现在是早上7点，然后呢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今天是早上5点起床就来准备的，因为今天我们要去大阪的 USJ。给你们看，我今天穿的是这个褐色的毛衣，然后呢，下半身还是穿了这个同色系的褐色 JK 裙，然后我今天头发绑的是这种侧马尾。大阪的 USJ 不是有一个马里奥的园区非常出名吗？有好多人会买那个红色的帽子戴着拍照，感觉会很出片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头发绑成旁边了。从大阪搭地铁到 USJ 的话，好像需要1个小时的地铁还是怎么样的。我们想要早一点去排队，虽然我们买了 Express Pass， 可是呢，他们还是不一样，因为它园区里面有些项目，就是哪怕你买了速通，它只能玩1次。我们尽量就是想早点排队，然后争取把能玩的都玩掉。我在网上看到的攻略是，好多人早上6点就去排队了，但是太早了，我起不来。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好，是大阴天。现在的话，外面是2度，好冷哦，太冷了。上去拿了个手套，因为我今天没穿羽绒服。刚到，超多人已经在排队了。你看，密密麻麻的全是人，现在才8点呢，很夸张。哇哦，这看起来很好吃。对啊。黑毛和牛，黑毛和牛加蛋。是呀，这个是酱油。我们来罗森买点吃的，因为我感觉已经太多人排了，那个路已经很长了，所以现在在那边莫名其妙排也没有什么提早进的方法，而且现在才8点11，他们8点半才能入园嘛，所以我们先吃点东西吧。我想吃这个，因为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都看到，然后我这次买的是有奶的红茶，而且是热热的，早上喝点热的。它有点像我们的 Day Diary， 是比较日式口味一点，而且它红茶的味道不会很甜。买了一个鸡串，闻着好香，真的。好嫩，好嫩哦。好多人正在入院。出了吗？至少8点半嘛，现在8点10。这是什么？可以镜头看一下。鸡蛋面包。它蛋黄酱真的是很好吃。这个三明治还有一个是炸虾的，还买了一个饭团，它看起来是，他说是柚子胡椒口味，然后是这种salmon鱼，看起来很好吃。而且之前我吃的都是手卷寿司，我没吃过那种大的。它柚子蛮明显的，但是它里面没有什么那种美乃滋的感觉。鸡肉串太好吃了，我们打算再买多一个。哇！我称这为地表最强早餐套餐。好好喝哦。你也想吃吗？你怎么走了？Cute， 很可爱。没想到这个帽子实际上戴上去挺大的，直接原地带出了头包脸的效果。我们的原计划是一入院就往任天堂的方向出发，因为我们当时候没有买到 Donkey Kong 的速通，然后隔着其他的项目还有一些时间，所以我们想要试试看能不能当第一波排队。但是我们真的是第一波了当天的人潮，一达到任天堂院区的时候，那个 Donkey Kong 的队伍是直接排出来的，连那个院区都进不去的那种，超级夸张。我们第一个速通是在11、2点
点，所以我当下直接更改计划，趁早上光线还很充足，不至于非常刺眼的情况下，先赶紧拍照。而且我发现当天所有人一入院就非常着急的去玩，所以当下拍照还是有非常多空余的位置。但是到中午的时候，基本上一眼望去全是人头，毕竟这个任天堂院区真的是很受欢迎。当时我在拍这个游戏 Adventure 的时候，我还跟小少爷说我一定要做游戏。我们是绿色，我坐里面外面。我做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它鸡蛋会发亮。一般我进娱乐园是不屑坐这种非常缓慢的车的，本火象星座追求的是该怎么刺激就怎么来，但是我没想到它竟然这么好玩。这是我为数不多觉得速度不快但是又很有趣的，而且我蛮庆幸我第一个玩的就是它，因为我觉得当下玩完就是体验感很好，而且特别的开心。我觉得他们最屌的地方是在带来的体验感冲击真的很重，而且这里的颜色所有的饱和度就特别高，每一个拐道都是一场视觉的盛宴。当下真的会觉得天哪，他们把游戏世界里的东西一比一复刻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，而且他们的工作人员简直哇塞，有一种在现实世界游戏闯关成功的感觉，情绪价值给的高的离谱。而且任天堂呢没有一个周边是做的很丑的，但是即使是这样，我还是没有买啦，因为你懂得，该省省该花花啦。是的，没有错，我就是那种出去旅游不会给朋友带伴手礼的坏人。接近中午的时候就开始比较多云了，所以还是早上的光线比较好拍照一些。这个帽子超容易掉了，我一直掉它，感觉是一直掉在地上。然后刚刚在做那个游戏的车的时候还弄掉了，然后工作人员就说这边掉的话还能捡，别的地方掉了之后就捡不了咯。这个侏罗纪院区有超级大的火腿，待会我要买来吃。我们在这边排队的时候，真的有看到很多高中生穿这样的校服。在这边是不是算他们穿他们学生的服装是有折扣还是什么？还是他们就是全体已经约好集体翘课跑来玩？现在我们要玩这个传说中感觉挺刺激的一个项目。我已经开始看到了，它是那种要趴着，然后模拟那种飞龙，所以我要扮演飞恐龙抓着，即将成为它食物的人类。我感觉其他的院区的人还好，只有那个马里奥那边特别多。玩完啦，它其实没那么高，也没那么恐怖，整体来说还是挺好玩的。有那么一瞬间是有那个失重感，但它不会到太刺激。我们来买侏罗纪院的大火腿。在这边吃火腿后，能听到那些过山车人尖叫，有一点点，你们现在味道是那种烟熏的。侏罗纪这边有 Monster Hunter 餐厅，但是我们没有吃到，因为我们赶着去玩马里奥的车。这个项目是晚上评，如果你来 USJ 是必玩的项目。如果你有玩 Switch 的话，基本上就是 Mario Kart 的现实版。该说不说，它里面的城堡真的很大。如果当天遇到高峰期的话，你没有买这个速通，你将会在那边浪费很多时间排这个队。我记得当时我验了速通票之后，还在里面排了大概20分钟才可以玩。但是城堡里面有许多蛮有趣的小细节，你们可以自行发现一下。Today's production 做了54个炸弹，而且我们这边是大花园的城堡。我们今天的任务要去那个红猪。没有，我们要坐在那个。没有，我是去 Mario 的。我们是去 Mario。不是坏人。为什么那个坏人的城堡里面这样 luxury？Rich， 我们是包着。超有钱。ありがとう。哦，还有帽子。我
我手上的帽子呢是连接车厢上的4D 眼镜，然后我们是4个人独立的小车厢。基本上一开始你的车就会晃啊晃，然后你要根据4D 眼镜出现的目标按下射击键，成功击中目标的话呢会获得金币，金币越多分数越高，结束之后会在排行榜看到自己的分数，然后你就可以赚一波大的。如果没有玩过 Mario Kart 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很新奇，但是我玩完之后其实只感觉到非常的头晕，真的不是因为我打得很烂。Anyway， 车出发跟回来的时候，工作人员会给你非常激烈的爱的鼓励，简直是把我哄成胚胎啊，各位。这杯子好可爱，它还有一个马里奥的飞帽哎，Q哎。他们真的做东西做得很酷。从 Mario Kart 出来刚好是饭点嘛，然后这个时候的院区全是人挤人的状态，都在拍照。然后我们想说趁这个时间赶紧去拍一下 Donkey Kong， 毕竟这个项目是新开的，所以还是蛮有人气的。即使是在饭点没有买速通的情况下，我们还是拍了蛮久的时间。但我觉得很值得，因为它确实好玩，因为它有一点点带森林主题系的。但是还是很多人呢，超级多人。我玩出来啦，它其实挺好玩的。这主题是那种你要坐在矿车上面，感觉你是去那种丛林密宝。然后呢，它的轨道很让你分心，因为它感觉就是到一半的那个轨道是断掉了，会感觉很紧张，然后它的速度也会时快时慢。然后中间还有一些东西会突然吓你一下。总之就是让你有很多很意想不到的元素在里面。但是因为这个 Minecart 我们没有买速通，所以我们排了挺长的时间，我们排了大概有1个小时。买了他们的这个冰杯，感觉是那种 smoothie， 然后我叫的是黄色的，应该是那种香蕉口味。哇，这真的很好喝！我发现到他们做饮料没有一个是难喝的。我看它是黄色，以为是香蕉，但是其实是凤梨口味。上面有一个双色的冰沙，喝起来酸酸的，还加了巧克力的麦片，还有一些爆米花，还有一些小小的糖片，所以喝起来是酸酸甜甜，还有一点点脆脆的感觉。我大概是傍晚的时间出发到 Hogwarts 学院，路上会经过巨齿鲨院区，但是我对这个不怎么感兴趣，所以我们没有逗留很长的时间。这里整体氛围蛮像西方小渔村的外，而且我去的时候是12月中旬，然后可能这边更注重圣诞氛围，一路上都可以一直听到圣诞歌。我感觉 USJ 蛮大的，但是院区之间相隔不会太远，所以在等速通时间的时候，我一直在各个院区来回走。莎莎是你吗？你怎么被吊起来了，莎莎？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哈利波特的世界，然后呢，它院区的入口和别的不一样，别的都是有多花里胡哨，放多一点颜色，它就真的是放一个很密道的感觉，真的感觉我要去 Hogwarts 上学了。马里奥班里说到 Hogwarts 的秘辛，让我今年入学。是钻下水道来的。哦，对，我是钻下水，我是钻那个水管。对。这个时候来还是 ChatGPT 推荐我，因为他和我说这个区域和其他地方相比较起来没有这么鲜艳，所以趁这个时候快落日，然后有一点点阳光洒下来的时候是最好拍照的，而且你还可以同时感受这个时候的Hogwarts和天黑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。哇，这个场景真的有满足到小时候的那种魔法学院梦，你懂吗？就真的感觉魔法世界是真实存在的。然后我们就是那种搭上了小火车，从麻瓜世界来到了霍格莫德村，购买准备入学的东西。趁着时间还早，我们就先去吃饭。我印象最深刻是罗恩在食堂里面双手抱着鸡腿在那边啃，然后他们餐厅菜单的种类其实蛮多的。有点小可惜的是，这一次没有准备到他们的院跑，要不然感觉在这边吃饭会特别的有氛围感。而且在 USJ 买的话，价格蛮贵的，当时就没舍得买。餐厅里面就有卖黄油啤酒，就省得我们在外面的小车排队，而且外面的档口排的人还挺多。当时我们真的是饿惨了，所以点了超多吃的，点了 fish and chips， 还有这个是牛肉，看起来超漂亮的。还有一碗汤，说是土豆汤，还有他们非常出名的 butter beer 黄油啤酒。我们还要点一个小甜品，它这个就是黄油啤酒的布雷，烤布雷还是布丁。之前在网上都有看到大家一直在喝这个，然后实在是好奇它的味道喝起来是怎么样。它上面的奶盖真的很香，泡沫打得也很密。当时天挺冷的，然后他们的炸鱼排凉得好快，所以吃起来没有很香，而且它的味道淡淡的。土豆汤没有想象中的奶油，而且也偏淡，看texture。真浓汤。
不知道是不是冷得太快了，喝起来也稠稠的，有点齁嗓子。整体吃下来感觉还不错的是他们的牛排，搭配的那个酱真的很好吃，也很香。这真的好好喝哦！上面那个奶油，我以为它会很腻，但它其实就很甜，可是它不会很齁，而且它搭配下面那个气泡水真的很好喝。所以到底为什么黄油啤酒里面不含酒精，可是被叫啤酒啊？试一下它的布雷，so good， 这好好吃哦！它质地是这种泥泥状的，它吃下去黄油会很香。今天在 USJ 吃的所有甜品和饮料都很好吃，没有一个是踩雷的耶，全部我都给满分。这个会尖叫的树，我不知道哎，它怎么不叫了？它刚刚还会在那边叫。除了在这边可以买到院袍之外，你还可以买到不同学院的围巾、衣服，还有一些卫衣之类的，还有不同学院的小周边，包括电影的一些小道具啊，手工整体来说都很精致。哇，不得不提一下这个狗东西，无论是在电影还是现实里都吓了我2次。我一直以为他们只有卖主角团的魔杖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也有卖电影里面重要配角的魔杖，其中上下包括了 Malfoy 还有 Weasley 家族，学院里面的教授们还有小天狼星，其中也有包括伏地魔的忠实跟班们。这是哈利波特，赫敏，罗恩，就是你断了一半的。如果我真的能买一个我的话，我最想要是那双胞胎的，因为我每次学他们说 Good morning，Good morning， 或者是 Malfoy 的也可以。确实还是挺新奇的，一出门可以看到所有人在我们面前施展魔法，但是一旦施展失败的话，你就会获得我在一旁静收收的嘲笑你。毕竟谁让我没有魔杖可以玩呢？他是麻瓜。在魔法世界待到差不多太阳落山，有这种一丢丢的晚霞的时候，我们就去到了 Hollywood 街道，所有的店面开始亮灯了，然后再配上这个天空玩过山车，就会超级无敌爽。我们刚刚玩的是这一个，然后它很好玩，因为现在大阪开始天黑了嘛，它的天空是属于那种蓝紫色，然后又有一点点日落的感觉。它那个过山车还有一个音响，然后放的音乐就超级的动感，再加上它是一路往后退，你看完整个这个 Hollywood 街道的那个亮灯的感觉，再加上晚霞，真的巨好看。现在又要回我们的 Hogwarts 学院了，因为最后一个速通是这边的 ride， 它这边晚上真的是很有神秘感，晚上的魔法世界，哦，它亮灯了。我们的最后一个速通是在 Hogwarts 学院里面的，它其实和 Mario Kart 很相似，都是独立的车厢，然后需要佩戴4D 的眼镜。只不过它的主题是围绕着你是魔法学院的学生，然后要和主角团一起对抗魔法世界里面的坏人。其中电影非常经典的片段都会出现在 ride 里面。玩完之后，城堡就会有灯光秀表演可以看。